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楚然评复仇女主为采薇逆袭，古偶恋爱脑为何惨遭观众抛弃？家人们，谁懂啊？我现在对王楚然彻底改观了。想想当年《我的人间烟火》里那个白粥姐许沁，为了爱情一碗白粥就能全盘否定养父母多年养育之恩，那种为爱痴狂的恋爱脑人设，看得多少人血压飙升。当时全网群嘲，王楚然本人也因角色争议深陷舆论风暴，什么白眼姐耍大牌标签满天飞，路人缘跌到谷底。可谁能想到呢？几个月时间，画风突变，先是成何体统里的恶女与婉音凭借搞笑妖妃形象圈粉无数，巧妙将天生臭脸争议转化为角色特色。接着2026年春晚那一袭红衣王昭君回眸20秒，直接美出天际，单日涨粉65万加，国民好感度直线飙升。而现在她的新剧《明月录》来了，饰演的魏采薇一亮相就让无数人直呼真香。那个曾经演着恋爱脑被全网吐槽的演员，现在饰演的竟是喊着自己的仇自己报的复仇女主，这反差，这转折，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这一角色的逆转，不仅是个演员的口碑翻身仗，更映射着一场深刻的审美迁徙。当古偶剧中的女性终于从依附于情感的被拯救者，蜕变为掌握自身命运的行动主体，观众的眼睛亮了，市场的规则变了。恋爱脑为何失灵？观众审美的疲劳与反叛。曾几何时，古偶剧中的女主角们似乎都绕不开一个魔咒：为爱痴狂，为爱牺牲一切。传统傻白甜模式长期占据主流，那些将爱情视为人生唯一价值的女主形象，一度成为女性观众情感投射的模板。但如今，这套模式越来越行不通了。观众对此类角色产生了深刻的审美疲劳与批判，脱离现实逻辑的人物行为，女性主体性的严重缺失，价值观的明显滞后，都让恋爱脑女主逐渐失去了市场。这种审美反叛并非凭空而来，伴随着现实社会中女性独立意识的普遍高涨，今天的女性观众已难以认同将爱情视为人生唯一价值的女主设定。在古偶剧中，这种转变表现为对角色塑造的更高要求，观众渴望看到更具能动性、更具智性魅力、更能提供现实参照感的女性形象。正如有分析指出的，当苦恋爱脑久矣的观众推动下，古偶终于把事业脑还给女角色这样的词条能在社交媒体上火速登上热搜，这本身就是一种集体情绪的释放。事业新女主崛起从赵盼儿到魏采薇的进阶之路，市场需求的变迁催生了新型女性角色的诞生。近年来，古偶市场中以梦华录赵盼儿为代表的拥有专业技能和事业目标的女主形象获得了广泛认可。赵盼儿作为官宦之女，因负罪落入贱籍后脱籍从良，在钱塘经营自己的茶房，后又在东京开店，凭借茶艺智慧在偌大的东京城站稳脚跟。她聪慧能干，八面玲珑，从不向命运妥协。这类事业型女主的受欢迎有其深刻原因，她们提供了情感之外的爽感，那种通过专业能力和智慧获得成就的快感。她们的人物逻辑更加自洽，行为动机更加合理。最重要的是，她们满足了当代观众对强大女性的想象，这种强大不依赖于他人，而是源自内在。而《明月录》中的魏采薇则将这一趋势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魏采薇的突破在于将复仇作为核心驱动力。在《明月录》中，魏采薇全家在明朝嘉靖29年庚戌之变中被奸人构陷，父兄冤死。为查清真相复仇，他隐忍入宫未毕。前世他与东厂督公汪大夏结为对食夫妻，在汪大夏的守护下报的大仇，
但最终双双殒命。然而重生后，魏采薇带着记忆回到汪大厦自宫前的时刻，决心改变一切。自己的仇自己报这一设定，将魏采薇置于叙事驱动者的位置，彻底打破了等待男性救赎的被动格局。她化身游医术士潜入京城，一边躲避追杀，手刃仇敌，一边想方设法接近前世老公，阻止其自宫。她的复仇之路展现了筹谋、坚韧与执行力，塑造了一个冷静、强大、目标导向的新型女主。更重要的是，魏采薇的情感关系呈现出了新的模式。在复仇这条主线之下，她与汪大厦的互动更多体现出平等、并肩作战的特质。前世他们是相互取暖的苦命鸳鸯，今生则是在严党、倭寇等多方势力间斡旋的战友与同盟。爱情不再是生活的全部，而是人生的一部分，是灵魂共鸣的产物，更是成就彼此理想的催化剂。推测源于对市场趋势的描述，演员与角色的互相成就，市场奖励的转向。王楚然凭借魏采薇这一角色实现口碑逆转的现象，绝非偶然。从2023年在《我的人间烟火》中因许沁一角遭遇全网抨击，到2026年凭借《成何体统》与婉音出现口碑反转，再到《明月录》魏采薇备受期待，这一历程清晰地揭示了市场评价体系的转变。这一案例表明，市场正在奖励那些敢于跳出舒适区、接演复杂、立体、具有挑战性女性角色的演员。当王楚然在寒冬浸泡冷水数小时，嘴唇动子亦无怨言地完成拍摄；当他推掉综艺曝光，专注台词和表情管理训练；当他选择用成何体统证明演技可脱离花瓶标签，市场看到了他的专业与努力。正如业内人士所言，王楚然实现了从花瓶到青衣的进阶。他凭借魏采薇这样的角色突破固有标签，展示演技层次，最终赢得了核心观众的尊重。这种加成不仅体现在口碑上，也反映在事业资源上。无考察期空降迪奥品牌大使，被外媒誉为东方美学符号，这些都与角色的成功相辅相成。古偶女主的未来超越容貌争议，拥抱人的复杂性。明月录魏采薇的出现，是古偶类型进化与观众需求升级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代表了女性角色从景观到主体的深刻转变，从被凝视的客体成为主动叙事的主体，从情感的工具人变为有意志的行动者。在古偶市场经历转型阵痛的当下，这一转变尤为关键。当流量红利消退，当高颜值加老套路的组合拳不再奏效，当观众不再满足于预制爆款，内容的革命已悄然降临。从永夜星河的轻松搞笑到珠帘玉幕的珠宝事业线，从宴回时的柔弱小白花反杀全家到似锦的重生复仇，2024年的古偶市场已经展现出了多样化的探索路径。而2026年的片单中，更明显的趋势是，痴狂虐恋正在退场，占比更高的是强调平等、尊重与共同成长的双强制性恋。那么，未来爆款古偶女主将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她或许仍需具备视觉吸引力，毕竟这是古偶类型的基本要求，但核心魅力必将源于其内在的力量感。这种力量感可以表现为赵盼儿的经营智慧，为采薇的复仇意志，或是其他更丰富的形态，或是专业技能的卓越，或是政治博弈的谋略，或是家国情怀的担当。可以预见的是，下一个打动观众的古偶女主将不再仅仅依靠绝世美貌这一单一维度，她可能是一位精通制墨技艺的世家女子，在振兴徽墨技艺的道路上实现价值，如《真娘传》中的李珍；也可能是一位通过科举入仕的女性官员，在律法改革的宏大叙事中成就自我，如《云秀行》中的角色；还可能是落难侯爷与为自立而战的屠户女在战场上的并肩作战，如《竹玉》中的设定。角色的成功最终取决于其作为人的完整性与真实性。
能够呼应时代情绪，展现女性多维价值的角色，才能真正赢得观众的心。当古欧女主们终于走出恋爱脑的单一叙事，拥抱事业的、智性的、精神的丰富面向，这个类型才能迎来真正的黄金时代。那么，你认为下一个让你心动的古欧女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